少年楚庄王在险恶环境中成长，3年不鸣，名惊人。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化解国家危机。志得意满的楚庄王欲代周而去天下，问鼎中原。在得不在鼎，王孙满充满智慧的回答征服楚庄王。明君贤臣，风云际遇，造就楚庄王的雄图霸业。然而，当一代雄主逝去，他所创造的盛世也很快光芒散去。春秋初期，楚国在南方迅速崛起，100余年间，北上灭国无数。与此同时，北方的戎狄频频南下，骚扰黄河流域国家。中原一时岌岌可危，失去了对天下的领导力，周王室摇摇欲坠，天下呼唤新的领导权威出现。历史进入了争霸阶段。齐桓公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，南征楚国，北攻戎狄，成为第1任霸主。称霸由此成为天下每一个有雄心的君主最大的梦想。第1代霸主齐桓公去世后，一度被遏制的楚成王跃跃欲试，渴望成为号令天下的新一代霸主。刚刚崛起的楚国，虽然骨骼已经长成，但是肌肉还不够结实。一心想以蛮力征服各国的楚成王，遇到了强大的对手晋文公。城濮之战粉碎了楚成王的称霸梦，楚军大败，楚国100余年来的北进运动被迫终止。以晋国为核心的新政治秩序形成了。楚成王最终死在儿子商臣的剑下。之后，楚国称霸的梦想不得不交到了楚成王的孙子楚庄王的手中。楚国历史上这一位重要君主楚庄王的出场，在《史记·楚世家》的记载中颇为传奇。楚庄王即位之后，持续3年沉醉于声色犬马，不理朝政，令朝中大臣忧虑重重。一位大臣毅然进谏道：“大王，南山之中出了一只怪鸟，体型巨大，如同传说中的大鹏鸟一般。奇怪的是，3年之中，它不飞也不鸣。”楚庄王对这位大臣说：“这只鸟啊，不同寻常。我看它3年不飞，一飞冲天；3年不鸣，一鸣惊人。”楚庄王的回答暗藏玄机，这位不同寻常的少年心中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计划？楚国在城濮之战当中的实力，使得这一些原本归附于楚国的小国，纷纷都转向投奔到晋国的怀抱里去了。北边没有屏障了，楚国是直接置于晋国的威胁之下。北濮啊，包括是庸国啦等等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些国家，他们经常的是对楚国进行一些挑衅，偷袭楚国，让楚国感到疲于应付。这是国际背景。国内呢，就是楚王的一些盘根错节的那种集团、卿大夫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。在国内，
楚国数十年来一直内乱重重。城濮之战后不久，楚成王的儿子商臣提兵入宫，逼迫楚成王自尽。杀父自立的楚穆王商臣只做了12年君主就病逝。他给楚庄王留下的是一个4分5裂的权力班底。权力紧握在权臣手中，楚庄王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君主。面对这样的内忧外患，这位深沉早熟的少年选择了以静制动，坐以待变。史称他即位3年，沉醉于声色犬马，不理朝政，以致有识之士十分焦急。实际上，为了让那些掌握了实权的贵族放松对他的警惕，楚庄王韬光养晦，暗中观察，默默选择可以利用的人才。如同那只3年不鸣，一鸣惊人的凤鸟，这个表面上贪图享乐的国王，内心深处掩藏着难以想象的雄心壮志。不久后，楚国陷入一次前所未有的危局之中。公元前611年，楚国遇到了重大的自然灾害，全国陷入饥荒之中。楚国西部的几个少数民族在邻国庸国的带领下，趁机发动叛乱。楚国上下人心惶惶，朝中大臣纷纷建议楚庄王迁都避敌。就在大兵压境，朝中大臣建议迁都之时，楚庄王决定率军亲征，平定叛乱。谁也料想不到，几年前看似软弱的君王，竟然会做出如此惊人的决定。楚国的这次危机，成了楚庄王掌握权力的良机。楚庄王一方面安排楚国边战边退，诱敌深入；另一方面，迅速展开外交活动，请秦国和巴人派师从背后进攻叛军。两方夹击，楚国一举将庸国从地图上扫平。即位之初，在险恶环境中如何自保性命，如何治理国家，这个年轻的君王开始悄无声息地布置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棋局。这时候的楚庄王刚刚20岁，但他已经显示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。在河南洛阳市南面60多公里的地方，有一片浩瀚的水面，这里就是陆浑水库。陆浑地区群山峻拔，河流蜿蜒。春秋时期，这一带属于诸侯和周王室接壤区域，管理薄弱，导致山戎劫匪出没。公元前606年春，楚庄王率领楚国军队讨伐一个被称为陆浑之戎的少数民族，这是楚庄王首次涉足中原。陆浑之戎根本不是楚国大军的对手，迅速溃败。然而，胜利之后，楚庄王并没有班师回国，而是直接带着军队来到了周天子都城前的洛河之滨。越过洛水，北面就是周王朝的首都洛阳。遥望着这座已经耸立了几百年的古都，年轻的楚庄王回想起楚国400多年的风风雨雨。400多年间，
楚国一直被这个傲慢的王朝视为蛮夷。开始是因为拒不进贡而受到周昭王的讨伐，后来又被以齐国为首的诸侯联军大兵压境。自始至终，楚国一直被拒绝于中原文化圈之外。年轻气盛的庄王身上流淌着历代楚王桀骜不驯的血液。突然，他产生了一个恶作剧式的念头。他命令楚军在洛水南岸举行一次盛大的阅兵仪式。那个楚国随着他的势力不断的北渐，所以他有问鼎中原的雄心，在这个王朝的郊区进行阅兵式示威，而且毫不掩饰自己要夺取中原政权的那种野心，去问鼎中原。楚军阅兵近在咫尺，洛阳城岌岌可危。惊恐之下的周定王派出大夫王孙满，以慰劳楚军为名，前去一探虚实。楚庄王在洛水之滨会见了周王朝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臣。寒暄过后，楚庄王语带讥讽地提出了一个问题：象征着周王朝统治合法性的那9只巨鼎到底多重？言下之意是，周朝现在还有多少实力能维持天下共主的地位？王孙满当然明了楚庄王言语背后的含义，他回答：因为9鼎体积太大，无法称量。显然，王孙满的意思是说，王权天下独一无二，并非人臣的权力可以比拟。楚庄王对王孙满含糊的回答很不满意，他告诉王孙满，只需要把楚国兵脊上的铜钩都折下来，就足够铸成9鼎。王孙满的回答后来成为春秋史上最著名的言论之一。他说，能否拥有天下的统治权，在德不在鼎。王孙满这一句不卑不亢的话，给了楚庄王很大的触动。并不是因为9个鼎有多重他才做天子，是因为他的德行高他才做的天子。实际上有暗含着对楚庄王的一个讥讽。通过王孙满的对话，他认识到不能光凭军事实力，周天子几百年而没有倒，就在于他有深厚的文化根基。这种软实力并非一二之功，楚国还达不到那种程度，所以时机不成熟，楚庄王放弃。王孙满充满智慧的回答征服了楚庄王，他终于明白为什么楚国以前被称为蛮夷。不久，楚庄王主动率兵离开了洛水。在与王孙满会面之前，和楚国人一样，楚庄王有充分理由相信，楚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国，理应受到中原国家的尊敬。然而，这个已经崛起的国家却只收获了中原诸侯国的恐惧，而远远没有得到他们的承认。虽然楚国在方方面面向中原文明靠拢，但是在中原诸国眼里，这个日渐强大起来的楚国只不过是一个暴发户。首先，楚国的语言、风俗、习惯，处处都跟中原不同。中原诸侯的语言呢，叫雅言，又叫夏言，就是周朝的国语，而楚国人所说的呢是楚言。这种语言呢，跟中原语言是截然不同的。比如，楚国人称主帅呢叫莫敖，称原野呢叫
孟，称这个老虎呢叫斑。那么在其他习俗上也有很多不同。你比如周朝呢是以右为尊，楚国呢却是以左为尊；中原是以龙为尊，楚国却是以凤为尊。中原的墓葬都是头朝北，脚朝南，而楚国贵族的墓葬呢，头呢却是朝着东方。更让中原人无法接受的是楚国人对周朝礼仪文明的粗暴践踏。西周王朝可以称为礼制社会，主宰社会的不是法律，而是礼仪。周朝礼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遵守等级秩序，尊重血缘关系。用这个标准来判断，从楚武王起，楚国国君自称为王，就是不折不扣的大逆不道。楚人擅自称王，从来没有得到中原诸侯的承认。所以，孔子改春秋的时候，从来没有称过楚国国君为王，多数时候称楚子，有时干脆称楚人。楚国前期不断发生的弑君丑闻，也被中原诸侯当成这是一个野蛮国家的铁证。楚国不断开疆拓土，发动战争，灭掉周边国家。用周礼来衡量，这是极为野蛮的行为。春秋战争要求必须师出有名，理由正当。战争的目的不是消灭对手，不是贪图利益，而是迫使对手屈服认错，重回礼仪轨道。因此，战胜国对战败国，一般都会令其称臣纳贡而止，直接吞并的很少。然而，野蛮的楚国人却不理会这一套。洛水之滨与王孙满的会面，成为楚庄王一生中最为宝贵的经历。那个悬在他心中多年的问题，终于找到了答案。楚国与中原国家的差距，不在于国库中堆积金银的高度，也不在于战士宝剑的力度，而在于文化的厚度。位于河南信阳市的七思碑，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水利工程。它比此后魏国的西门渠、秦国的都江堰还要早200-300年。主持七思碑修建的人是春秋时代楚国一个有名的改革者孙叔敖。因为这一项利民工程，孙叔敖被地方官员推荐给了楚庄王。楚庄王十分赏识孙叔敖的才干，破格将他提拔为楚国令尹。孙叔敖在担任令尹之后呢，就采取了务农本、导民利这样的政策。他根据楚国这个水系发达、河湖众多这样的特点呢，就兴修水利来发展农业，形成了南北灌溉网络。这个呢，给楚庄王的争霸奠定了物质基础。除了发展农业生产，孙叔敖还特别重视民生。他制定实施有关政策法令，尽力使农工商各得其便，楚国经济繁荣发展。20世纪70年代，考古学家在河南西川下泗发现了大批春秋中晚期的楚国墓葬。和以前发现的那些楚墓有所不同，这里出土的陪葬品不仅种类丰富，而且不再一味模仿中原，甚至强烈地表现出楚文化的独特性。这一切恰恰证明了，在楚庄王统治前后，
楚国国力不断强盛，文化也趋向发达。要登上霸权的巅峰，楚庄王知道，除了强大的国家实力外，文化、道德、礼仪这样的软实力是让楚国腾飞的另外一只翅膀。楚庄王开始筹划自己的宏伟蓝图。在上层社会，楚庄王大力推行中原化。他参考中原礼法传统，重新制定楚国宫廷礼仪制度。庄王的时候有一个毛门之法，文武官员到了这个楚国宫廷外的一道门毛门的时候要下马。如果冲撞了这个大门，或者是你的马车踩到了那个滴水，那个屋檐的滴水的话，你就应该受到惩罚。或者说把你的车室横木把它斩断等等。但是太子就觉得我是什么人呢？我也应该受这种惩罚吗？他就偏不信这个邪。庄王的太子有急事要进宫去见庄王，这个车就见到了这个无檐的这个下水沟。那么当时这个廷里就是司法官就把这个太子的车辕斩断了。而且呢，还杀了太子的这个驾车的这个太子，为此呢就非常气愤，就是到楚庄王来去告状，要求楚庄王去严惩这个廷里。面对太子的哭诉，庄王回答：制定法律就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，像廷里这样严格执行法律的人，维护的是国家利益，怎么能杀害呢？楚庄王的这一席话获得中原各国的一致赞誉。除了实施符合中原礼法的制度，楚庄王还号召楚国贵族深入学习中原文化，并且自己身体力行。楚庄王时代之后，楚国使者在外交场合已经能像中原国家大臣一样，纯熟地引用《诗经》进行交际与交流。楚庄王18年，楚国再次兴师讨伐叛楚投晋的郑国。郑国位于晋楚两国之间，若能降服郑国，楚国则能封锁晋国南下之路，进而控制中原。楚国实力远非郑国可比，楚军围困郑都3个月，郑国挺不下去了。郑军大败，国都沦陷。郑国国君郑襄公需要用这只绵羊作为道具，来解救郑国面临亡国的危局。以一国之尊赤裸上身，手牵绵羊，郑襄公按照周礼，在宗庙前向楚庄王跪拜请罪。这是郑国面临穷途末路的无奈之举。楚国的将军们一致建议楚庄王杀掉郑襄公，在地图上抹去这个经常与楚国作对的敌国。令人出乎意料的是，楚庄王竟然宣布赦免郑襄公，并且同意和郑国议和。楚庄王对待郑国这一宽宏大量的处理方式，赢得了众多诸侯国对楚国的好感，他们明显感觉到了楚国的变化。楚国不再是以前那个虎狼野蛮之国了，不再是那个只凭武力凶残取胜的国家了。楚国开始严格遵守周礼传统，并且举起了仁义的大旗。公元前598年，陈国发生动乱，楚庄王兴兵讨伐。平定陈国之乱后，按照惯例，
楚庄王必然会占领陈国，改陈为县。这个时候，这个楚庄王的大臣，这个孙守时，向他进谏，这个给他讲一个道理。他说，打比方说，一个人他的牛吃了你的庄稼，是吧？那么你惩罚他不就行了吗？你凭什么还要把他的牛一直掠夺过来成为你的呢？这就告诉楚庄王，你让别人臣服了就行了，你还是恢复他的国家，让他对你俯首，不是俯首称臣，叫俯首听命就行了。你真的犯不着把他灭掉。听取大臣的建议，楚庄王并未改陈为县，而是迎回流亡在外的陈国公子归国即位。楚国的仁义之举得到诸国的称颂。孔子后来读到这段历史，对楚庄王重诺言、讲信义的美德赞不绝口。楚国在历史上第一次被中原诸国刮目相看。安定了国内秩序，通过发展增强了国力，同时又树立起了信义的大旗。楚国终于具备了争霸的充分条件。从整个春秋争霸史看，楚庄王所处的大环境是相当有利的。第一任霸主齐桓公时代已经过去了30年，第二任霸主晋文公也已经去世10多年。和齐桓公一样，晋文公的后代也没有人具有霸主的资质，接连几任晋国君主都很平庸，而其他中原国家也缺乏雄才大略之主。中原各国这些年一直陷于内乱之中，而南方的吴越两国此时则羽毛未丰，根本不具备争霸资格。可以说，历史为楚庄王争霸留出了充分广阔的舞台。强大的国家实力和深厚的文化礼仪基础，这对强健的翅膀将楚国送到了国运的高峰。此时，楚庄王离最后的登顶只有一步之遥，他需要一个机会，一个可以昭告天下、宣扬王者降临的仪式，而这个机会就在眼前。公元前597年，楚庄王因郑国时叛时服，亲率大军围攻郑国都城，对晋国的霸主权威发起了明确的挑战。果然，闻听郑国战败，霸主之国晋国立刻出兵救郑。晋楚两国军队在黄河南岸的邲地摆开战场，一场决定未来霸主之位的决战就要开始了。在春秋时代，战争开始之前有一个环节叫做制师，也就是双方先派出一辆战车，在阵前格斗。春秋时代，战车的特点是3人立于战车上，驾车的人称为车中，战车右边使用近战武器的士兵叫做车右，战车左边使用弓箭射击敌人的士兵则称为车左。《左传》中记载了这场楚晋大战之前的制师。为了震慑对方，开战前，楚庄王派乐伯、许伯和射叔3个人驾驶一辆战车向晋军发起挑战。楚晋之战之事，就是楚人他做了一个我们现在也可以说是秀，一种表演。驾车的人他表演是什么？他快速的接近对方，快速的撤回原地。第二个就是车右表演，车右就是说他快速的接近对方，而且他能够
把对方的头割下或者耳朵割下。那么车左是怎么呢？他杀死对方的一个将领，杀死对方一个士兵，在这种情况，他迅速的替换车中，他去驾车，这一个动作也在一刹那之间完成。所以说，楚国的这3个人都表演得非常完美，让对方叹为观止。面对岳伯等3人的挑战，晋军也不甘示弱，在后面拼命地追赶。岳伯在战车上不慌不忙接连射杀敌人，让追赶的晋军根本不能靠前。岳伯剩下最后一支箭时，一只麋鹿出现了。岳伯一箭射倒麋鹿，将麋鹿送给追赶而来的晋国将领。一个反映到楚国的车兵，他的技术已经是非常精湛；另一个方面呢，说楚人也渐渐的在接受周礼。你不是要遵循周礼吗？我就按照周礼规定的那一套表演给你看一看，既展示了自己的实力，也表示了自己是在遵循周礼。止尸环节之后，晋楚双方正式展开大战。楚军布成3个方阵，向晋军轮番攻击。晋军被楚军高昂的气势吓破了胆，混乱中，晋军涌向河岸，争船抢渡过河。因为慌乱，晋军许多战车陷入了泥泞之中，无法前进。在后面追敌的楚军见此情景，停下车来，高声呼喊着，指挥晋军先抽取车前横木，拔去大旗，晋军的战车才得以脱离困境。晋军觉得很没有面子啊，打了败仗本来就是没有面子的事情，现在打了败仗连逃跑都要人家教，更没有面子了。所以呢，他自己给自己下台阶啊。他说我们晋国啊，自城濮之战以来总是打胜仗，没有逃跑的经验，啊，不像你们楚国啊，老是打败仗，所以呢有丰富的逃跑经验，所以呢，今天让你们教了一招了，啊，谢谢了，过了把跑了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楚人趁难追击的话，那么晋军必死无疑。但是楚人没这样做。我现在应该有一种大国的气度。楚国到现在这个份儿上，是吧？我要想灭你是很简单的，就在眼前。但是我可以放你一马，让你知道我是遵循礼义的，我是有大国风度的。也许通过援引一些欧洲中世纪的历史，我们更容易理解先秦贵族的精神世界。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，贵族社会的一些精神原则是一脉相通的。公元1688年，英国肯特城的一座城堡中，英国国王詹姆斯2世在窗前来回徘徊。不久前，詹姆斯2世被他的女婿威廉3世打败，并被剥夺了王位。之后，威廉3世将他囚禁在城堡，但是仍然为他保留了国王的待遇。欧洲政治当中呢，有一个类似的传统，就是做过国王的人呢，即使被从王位上推下来，也会受到必要的礼遇，这个是骑士精神的表现。因此你看，欧洲权力斗争中的那些失败者，很少有被处死的。人们无法容忍一个国王杀掉另一个国王，他们不是不知道养虎遗患的道理，可是呢，就是不愿意破坏自己的骑士风度。有一天，被囚禁的詹姆斯2世意外地发现，海边居然停着一艘无人看守的大船。这艘大船最终载着逃离城堡的詹姆斯2世驶向了法国。这次看似侥幸的逃脱，事实上是威廉3世网开一面，故意在城堡前的大海上不设防备，让詹姆斯2世顺利乘船逃回法国。逃跑的第2年，詹姆斯2世就组织了一支精良的雇佣军在爱尔兰登陆。
威廉三世不得不从英法战争中腾出手来对付卷土重来的岳父。虽然威廉三世再一次击退岳父，保住了王位，却因为分散了兵力，在英法战争中失利。为了遵守贵族传统，对岳父网开一面，造成了国家命运的逆转。威廉三世的举动并没有遭到批评和嘲讽，因为在所有人看来，贵族风度比一时的胜败更有价值。春秋时代，整个贵族阶级以执革披甲、为国家冲锋陷阵为荣。秦国在选择国君时，首要条件就是勇敢。在整部《左传》中，我们找不到一个因胆怯而临阵脱逃的人。可以说，春秋时期的人们大多毫无畏死之心，死在战场上，在他们看来，是勇士结束生命的最好的方式。在邲之战中，晋国大败。这场战争的胜利对楚国人来说十分及时。被中原强国多年压制的意欲，通过这场大胜一扫而空。战争结束后，楚国大臣一致向楚庄王建议，收集晋军尸体，建造金棺。金棺就是把敌人的尸首，把它堆起来，然后配上风头，做成一个很大的，类似我们现在埃及金字塔这样的一种大的坟墓。它的目的是在于炫耀，为了让后人知道他们的祖先曾经打了多么大的胜仗，是一种荣耀。面对这场空前的胜利，楚国大臣一致主张要建造几座金棺，向天下炫耀楚国的力量，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祖先的战功。然而，这个看起来很合理的建议却被楚庄王拒绝了。楚庄王曾提出武有七德，也就是说，一个国家动用武力的真正目的，并不是为了炫耀武功，而是为了制止暴力、防止战争、保障强大、巩固胜利、稳定社会、团结人民和发展经济。他说，一个国君呢，只有做到这7件，才能够让后世永远不忘记他。而现在，我们让两国的子弟暴尸荒野，这个是一种残暴的行为。在这场战争中阵亡的这些晋国将士呢，他们都是为国家尽忠的，我怎么能够用他们的尸体建筑金棺呢？所以楚庄王下令呢，把这些晋国阵亡的将士的尸体呢妥加埋葬，自己呢在黄河边上祭祀了河神，然后就退军了。对于武力，楚庄王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。他说，武字是由止和戈2字合成的，真正的消灭暴乱是永远停止动用武力，止戈为武，这才是真正的武功。楚庄王这个富于哲理的答案，标志着楚国政治文化不但超越了楚成王时代，也走在了整个华夏文化的前列。邲之战后，楚国声威大振，鲁、宋、郑、陈等中原小国相继背弃晋国，依附楚国。晋国一时不敢南下与楚抗衡，楚国已经实至名归，成为了诸侯国中最强的主导力量。
楚国信守仁义的举动，更是赢得了各国的一致归心。到了楚庄王的下一代，楚国的国势已经无人能敌。公元前493年，60多岁的孔子带着几十名弟子来到楚国邺邑。孔子见到了当地地方官叶公，并接受叶公问政。孔子对楚庄王不吝赞美之词，他说：“楚庄王是春秋时代罕见的，几乎各方面都符合儒家理想的君主。”的确，楚庄王打败陈国，却没有将陈灭掉，在郑国穷途末路之际，赦免郑襄公，并与郑国议和。尊重生命，不见金冠，提出止戈为武。楚庄王的这些行为与孔子坚持的儒家道德最高境界恰相吻合。如愿以偿登上霸主之位，楚庄王却陷入了深深的忧虑。楚国繁荣盛世之下隐藏的重重危机困扰着他。中原化的负面效果一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楚国霸业的延续。最为致命的是人才选拔机制的缺陷，导致了楚国可用之才极度匮乏。一天，楚庄王在宫中召集大臣们开会，跟每次会议一样，楚庄王提出一个问题，大臣们总是在那儿面面相觑，没有谁能拿出高明的见解。最后总是楚庄王一言而决。大臣们纷纷称赞君主决策高明，但是退朝之后楚庄王却深深叹了一口气。申公就问他说：“大王，今天的会开得很顺利，你叹什么气呢？”楚庄王说：“一个国家能否持续兴盛发展，关键是看能不能持续不断地出现贤才。你看楚国的政治现状，每次都是靠我一个人来决策，一旦我不在了，楚国会变成什么样呢？”公元前591年，楚庄王在病榻上合上了双眼。离开人世之际，他既有着对功业的满足，又怀抱着对楚国未来深深的忧虑。在楚庄王生活的时代，人们无法参透历史的真谛，那就是依赖个人素质建立起来的盛世是不可能持久的。强人政治事实上并不可取，我们最需要的还是一种制度。一个历史上出现一个强人，那么这种强人他凭他的雄才大略，他的确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使这个国家向上走上一种富强的道路，强大起来。但是由于他没有一系列的规章、一系列的制度，保证他的政令畅通，保证他的一些积极的政策能够延续。所以当往往这种强人谢幕之后，出现的一种权力的真空，继而就是一种混乱产生。楚庄王尸骨未寒，贵族间的新仇旧恨迅速暴露，王族与卿族矛盾激化，受到王族威胁的大臣吴臣面临危机，流亡他国。结果王族杀掉了他留在楚国的家人，瓜分了他的财产。悲痛万分的吴臣投奔晋国，之后出使吴国，教吴人军阵之术，以牵制楚国。
国势强，令楚国后患无穷。楚庄王死后几十年间，楚国国力直线下滑，楚国的霸业渐行渐远，名存实亡。明君贤臣，风云际遇，造就一代足以彪炳史册的王道霸权。然而，历史的局限决定了楚庄王无法将楚国国策制度化。人亡政息，当一代雄主逝去，他所创造的盛世也很快光芒散去。繁华落尽，历史将进入一个新的轮回。弭兵之盟带来久违的和平。楚灵王以修建天下最为豪华的宫殿，彰显楚国荣耀。盛世崩塌，只在一瞬。皇族叛乱，楚灵王自缢身亡。章华台开启了动乱的潘多拉之盒，至此，楚国的霸业渐行渐远，名存实亡。